昏暗的大厅里，一束灯光打在了两个男人身上，接着周围的看台上响起了阵阵欢呼声。就在二人一脸懵逼的时候，四周又有灯光接连亮起，而每束灯光下都有一只被捆绑的丧尸。足足有4只丧尸，场上的达里尔和奎因顿时戒备了起来。他俩还被铁链绑在一起，深知此时再不抱团，估计很难活着从这里走出去。就在二人如临大敌的时候，看台上的热内对一旁的博士下了令。收到命令的狙击手直接抬起了枪，然后给台下的每只丧尸都射入了一针强化药剂。这时俩人不约而同地看向了左边，因为左边那只丧尸的反应格外强烈，给俩人看得有些头皮发麻。What the fuck is that? 二人都有些意外，那鬼玩意儿竟然自爆了，这可把热内气得脸色铁青，直接不满地瞪了博士一眼。就在众人的注意力被场上状况吸引的时候，伊莎注意到了法卢等人已经悄无声息地混迹在了看台上，希尔维和男友也悄悄地绕到了看台的另一面。场上的二人还在高度戒备着。达里尔让奎因听他的指挥，奎因刚答应下来，就见眼前的丧尸挣脱了束缚，还真是惊喜不断，丧尸竟然相互厮杀了起来，都给二人看傻眼了。那只狂暴丧尸更是硬生生地将同类的下巴给扯了下来。他话音刚落，最后一只丧尸也挣脱了铁链，俩人赶忙分开将其绊倒，不过这也惊动了另外一只，直接朝着他们扑了过去。达里尔刚要先解决了这只，却直接被铁链拽向了一边，连斧子都掉在了地上，还没等他捡起，丧尸便将他扑倒在地。奎因见状赶忙过来救援，抡起锤子就朝着丧尸的脑袋砸去，可丧尸的脑袋戴着金属头套，砸得直冒火星，都无法将其放倒。这时达里尔看到了不远处的斧子，奎因也明白了他的意图，赶忙拉着铁链想把丧尸拽开，可还没等他成功，另一只断了腿的丧尸竟朝他爬来，直接抓着他的身体就扑了上去。奎因受惊，身体连连向后退去，巨大的拉力不但将铁头丧尸弹开，就连刚摸到斧子的达里尔也被拽了过去。奎因直接开始了小锤40，没有武器的弩哥只能将扑来的丧尸踹飞，这也导致丧尸改变了袭击目标，一把便将奎因给扑在了地上。有了喘息的达里尔起身就将铁链缠绕在了丧尸的脖子上，奎因也死死地拉住另一头。看着最后一只丧尸被解决掉，看台上的观众直接就高潮了，纷纷为他俩欢呼鼓掌着。若是难得有消遣的节目，今天真是不虚此行。接着全场都开始高呼着迪克森3个字，这是他们对这个勇士的高度赞赏，他的勇猛征服了场上的每一个人。达里尔先是将倒地的奎因拉了起来，然后不屑地看向了热内，这可把热内气个够呛。他今天本想彰显实力，继而扩大自己在法国的影响力，却不料给这个美国人做了嫁衣。就在他对博士发着脾气的时候，达里尔则弯腰捡起了丧尸的脑袋，然后骚包地举了起来。他要让这帮法国佬们看看，热内引以为傲的力量对他来说根本就不值一提。而看台上的观众也是配合地为他打着 call。等装完了杯后，鲁哥直接将丧尸的脑袋朝着热内丢了过去。看着脚下的丧尸脑袋，热内直接是杀心大起，这个该死的美国佬竟敢当众挑衅他，气急败坏的他也不装了，当即就下令处决场上的二人。达里尔还在挑衅地看着他们，不料下一秒就见一个士兵举枪对准他，这女人竟如此卑鄙，可还没等士兵开枪，他就被躲在人群中的法卢爆了头，一时整个大厅乱作一团。达里尔也朝着看台上看去，而法卢则气定神闲地收了枪，然后不紧不慢地混入了人群中。热内这边也乱了阵脚，因为不知道有多少敌人混了进来，他们也只能先行离开，顺便还将伊莎和劳伦特也一并给带走了。变故发生的太快，看台上的人群仅仅一会儿的功夫就都跑得差不多了。达里尔见状赶忙招呼着奎因，现在正是趁乱逃走的好时机。走廊里，热内愤怒不已，敌人都渗透到身边了，他这边竟毫无察觉。更让他接受不了的是，对方竟还带了武器进来，难道自己的手下全是一群吃干饭的吗？指望不上这帮废物的他直接看向了一旁的科登，他知道科登和达里尔有仇，于是便让他带一个小队去追杀对方，而其他人则去排查组织中的内鬼。接着热内让手下将伊莎和劳伦特关进牢房，看样子这个女人打一开始就没想过要放了他们，一旦劳伦特没有了利用价值，那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动手。劳伦特这小子还想着往外跑，
可他这小身板哪是守卫的对手？害怕他们会伤害到劳伦特的伊莎赶忙上前制止对方，随即便将劳伦特拉回了牢房。看到闹剧结束，热内才上前出声让他们安分一点，不然他的耐心可不是一直都有的。等热内走后，劳伦特沮丧地认为他们可能已经被上帝抛弃了。伊莎听他这么说，便慢慢地走到他的身边，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串钥匙。劳伦特惊喜不已，没想到自己的阿姨比上帝还靠谱。钥匙自然是刚刚伊莎从守卫那边顺来的，现在他们得找个机会逃离这里。而另一边，达里尔和奎因还在东躲西藏，现在附近全是搜捕他们的士兵，俩人也不敢轻易出去。这时，达里尔注意到奎因的肩膀不知什么时候被丧尸咬伤了，可奎因却表示那只是擦伤，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说着便率先跑了出去。可俩人还没跑多远，奎因就撑不住了，直接一屁股坐在了箱子上。看样子奎因接受了现实，他确实是被丧尸咬到了肩膀，可达里尔却不想耽误下去，他现在只想弄断铁链然后逃出去。可他一连砍了4、5下，愣是一点效果没有。而一旁自知活不了多久的奎因开始向达里尔袒露了心声，一直以来他都把达里尔当成了情敌，现在唯一的遗憾就是他最终还是没能挽回伊莎贝尔，也没能为自己的女神做些什么。达里尔听他这么讲，便表示他其实可以帮助自己争取一些时间，好让自己及时的去把伊莎和劳伦特救出来。Yeah, right. My wrist. Yeah. Need your belt. Come on. Make it clean. One cut. Yeah, come on. Right. You ready? Wait. Do something for me. Just tell her what I've done for her. You got it. 达里尔是一点都没犹豫，这给奎因痛得差点看见自己的太奶。尽管他压低了声音，但还是被搜捕的士兵听到了。知道位置暴露了，达里尔也不耽误，扶起奎因就准备离开。可他们刚来到拐角，就见到几个士兵朝着这边走来。为了掩护达里尔离开，站都站不稳的奎因仍旧举着锤子冲了出去。出来后的达里尔悄悄地摸到了一辆车子旁边，然后从里面拿到一把匕首。这玩意儿可比笨重的斧子好用多了。可就当他准备去地牢救人的时候，却发现旁边的车库里躺着一个士兵。走近一看，发现对方的身体还在抽搐，明显是刚死不久，这让达里尔戒备了起来。没想到车库里还有其他人。Damn! Oh my God! Have you seen this happening in the wall? No. Any idea where they are? Cell box, I think. I know how to get there. Can you get one of these cars running? My uncle ran the garage. Great. 他让法卢去搞辆车子，准备一会儿好撤离。而希尔维的男友则开始给达里尔解开手铐。Okay, we'll move. Right. 与此同时，伊莎和劳伦特也逃了出来。由于对这里的环境不熟，俩人也是一边躲藏一边寻找着出去的路。走到一个拐角时，刚好一队搜捕的士兵从前边经过。看样子那边是走不了了，只能去到另一边。可俩人转悠了半天，始终是找不到出去的路，而且搜捕的士兵越来越多，逼得二人只能到处乱跑。而达里尔这边解开铁链的他拿着斧子再次进到了通道中，他准备去到牢房救人，可不曾想走了没多远就遇到了伊莎和劳伦特，见到彼此都安然无恙，也都松了口气。现在只要打开这扇铁门，那他们就能逃出去。达里尔让伊莎把后面的管子拆下来，用来撬锁，可他还没将管子弄下来，一只丧尸便朝他们走了过来。等他们看到丧尸的样貌，伊莎和劳伦特也是愣了一下，怎么是奎因？就在伊莎苦苦支撑的时候，又有一只丧尸听到动静走了过来。达里尔赶忙大喊，吸引丧尸的注意力。等这只丧尸来到身前后，他便举起斧子捅了过去。将丧尸解决掉后，他赶忙把斧子递给了劳伦特，鼓励他去把亲爹干掉。Save her! Save her! Do it! 劳伦特一步三回头的朝那边靠近。奎因可是他的亲生父亲，从没经历过这种事的他根本就下不去手，这可把铁门外的达里尔急个不行，不断的大声鼓励他。Gotta forgive you. 眼看伊莎就要被咬到了，劳伦特大叫一声，直接砍了上去。
半小时后，他们一行人顺利地逃出了热内组织，而法卢也打算跟他们分别了，因为巴黎的据点还需要他来坐镇，接下来只能靠他们自己去往总部了。希尔维也在和男友告别。经历了这场战斗后，她觉得自己应该先暂时放下儿女情长，将劳伦特护送到总部才是当下的重中之重。尽管心中很是不舍，可为了希望联盟的大计，她还是选择了和男友分开。